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師父好。今天咱們的話題就是一個投資健康的這樣的一個內容在我走的很多國家總是經常聽到了。你像去年前年，咱們都講一些投資還有投資上當的話題，覺得还記得吧对，我們講了很多投資詐騙的案例對對對，網絡詐騙方方面面。對，就是不管這是有錢沒錢就是流行兩個字投資一會兒投資房地產，一會兒投資那種虛擬貨幣自己都電腦上網都不會，晚上虛擬貨幣我覺得就像傻子。但貪心一升起來的時候，人就好像沒有了智慧，是吧？說剛上了當，說前2個月剛賠了錢，過2個月又投資又賠了錢，說這些錢都不是自己的，拿着別人的錢就是投着玩唄，是吧？那往往自己拼着命是吧？流着血汗掙來的錢，沒有這麼亂投資的還有呢，在看似有很多看似比較正規正經的一些投資的機構來說，他們自己都拿上你的錢放到那個投資的大海之中，他自己都找不到影子。哎，我的錢去哪裡了？我在哪裡都找不到方向怎麼能有這種資格來說我能替你掙多少錢？其實都是叫瞎蒙瞎碰的事。就我說的還是看似政府管得很嚴格的銀行機構，還正式推薦的，還有評級很高的一些投資的系統都是如此所以人生往往在做很多的所謂的投資包括拼命去努力的工作只為一個字只為2個字，就是賺錢賺錢。當然人生呢，如果沒有錢財呢，那麼生活上確實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有一個現象之前咱們也說過，如果你賺的錢，比如說1後面全是0，比如說1000萬、1個億、10個億，現在還經常吹牛100個億、1000個億夠大了吧？當你前面這1個1也好，或者這1個8也好，1個7也好這個就代表這個人擁有賺錢的這個人，這個人如果是沒了，後面的0就全是虛的了。所以這些錢與賺錢者沒有絲毫的關係那覺真咱們這個開課前咱倆也聊過是。你說如果說這個前面這個數如果是個1，後面是100個0，對不對？對。這個1沒有消失，叫疲軟倒下了，會被烤軟的洋蠟一樣半倒不倒的那個樣子。是。那代表說這個人呢幾乎不能行走了都沒有了工作的能力了那麼後面這些0和他有沒有關係？那就真是0了，啥關係也沒有。有關係就是拿這個錢來治病，是吧？哎呦，還有很多治不了。對，因為有很多的疾病沒法治的。对，有錢也沒得治。尤其是說你一檢查胰腺癌、肝癌，有得治嗎？沒得治。尤其是西醫，在國外的西醫直接告訴你，因為他們是說實話呀。对。他不像中医說還可能可以吧，我是包治百病，是吧？這個西醫就是說治不了就治不了，我們沒有治療癌症的藥。西醫會很那個直白的說，你還有6個月的壽命，3個月的壽命，就是這樣。就好像一個判刑一樣的，就最終的判決。對，比如你還能活多少天？半年的話就是180天嘛。对呀，你還活180天，是吧？其實这個壓力大不大呀？大呀，過一天少一天。哎呀，那個每一天都特別的珍惜呀。真的。是我還有什麼話沒給孩子說呢？是吧？我還有哪些事兒，還有哪些心願沒有完成呢？但是他這個每一天，他也是過的是越來越痛苦非常的痛苦。身體對。對。還有一個就是人這個健康問題就是有很多的要命的病是提前沒有預警的。這個更可怕。什麼叫沒預警呢？啥事沒有這有一天突然間一倒下沒了突然間一倒下或者哪裡不舒服說哪裡疼得不行了說去醫院一檢查癌症晚期，是就開始倒計時，對，半年或者3個月。是的。哎呀，那麼提前怎麼沒有
沒有預警，沒有感覺呢？啊，對，很奇怪吧？哈，所以有時候要命的病啊，就像個鬼。哎，就是你說感冒，你是提前其實說沒有休息好啊，没有休息好，沒有喝夠水是吧？這個勞作問題沒做好等等的，過幾天上火感冒了。是這個還有一個前期其實自己有感覺的。對对对。哎，可是呢，癌症呢，香港你知道癌症有沒有感覺？就是有一些癌症，很多人說一檢查出癌症就晚期了，很少能檢查出癌症第一期來。我就沒聽說這個詞，癌症第一期的我沒有聽說過。对，就除非是就是他每年他做一些例行檢查，可能能夠篩檢出來。对，但并不是說他身體有了感覺的時候查出來的。對對對，對。哎，所以很多人就是這樣哈。所以今天你在那個網絡視頻哈，所以這個變成一個每個人有手機都可以拍視頻嘛哈，拍照片拍視頻，有時候看得真恐怖。是。有些人正在走着路。走着啪就倒下去，猝死、中風或者心臟病這樣。有些人正在講演，咣當倒下去了，是沒了。還有上課的，好恐怖呀！對，哎，对。那麼還有的呢，就是說有錢趕快治啊，有了一發病哈，你像那個非常一位知名的科學家霍金是吧？是的。哎，躺在輪椅上多少年啊？好多年，他人生多数时间在轮椅上，20多岁就開始就不行了，是吧？他多數時間在輪椅上度過的，雖然是很高智商哈，發現宇宙黑洞的這個哲學概念，但是他離不開一個伺候他的這個護理工人啊，這個其實很難堪了，大小便是吧，都在這個輪椅上了，而且也說不了話，對，都要靠機器給他發聲音。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所以他的人生，他的就是生理感受是怎麼度過的？當然沒法體會啊。真是，我相信很艱苦啊。是，哎，所以我是說，作為很多人哈，都是一心向前看，拼命去賺錢哈。哎，這個到有一天突然之間這個病魔來了，像魔鬼一樣，咣當一下把你放倒了。對。哎，還有很多人，有些人跟我這麼說的，沒關係，我還是孩子伺候我。久病床前無孝子啊，孩子到時候伺候不伺候不知道啊。那孩子說我也要工作啊，我也有需要我的前程和事業啊。我來天天伺候你，你越來越老，對不對？哎，我的工作、我的事業、我的人生都給耽誤了。對。是不是啊？還有人家你的孩子也成家立業了，他也有他的家庭，是，他有他的一個生活的小圈子，哎，他天天來伺候你，就算是很孝順哈。其實一個是把他也拖垮，對。第二個可能他拖的也沒有事業了。對，做父母的其實心裡也不忍吶。對，所以真是很不容易哈。對，很矛盾。所以呢，想想這些啊，不管兒女多麼孝順，還加上很多不孝順的孩子哈。對。所以。我們今天做這麼一個善意的提醒哈，就是我們把這個我們賺來這點錢呢，分出一點來，其實花不了多少錢哈，照顧一下自己的健康。哦，哎，對，你不管你投資多少套房子，投資什麼各種基金之類的哈，遠遠不如投資給一點健康，投資給自己的健康。哦，這個概念很好，我們要學習一下。對，就我們希望是說。如果用這種方式的話，就是希望能夠避開一些不該出現的那些非常邪惡的疾病。對，避開一些悲劇。對，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哈下面精彩的內容哈，我們先請聽下面的精彩故事。好，那我先給網友和給師父帶來一個新加坡的故事。新加坡呢有一位著名的這個整形外科醫生，他叫張慶祥啊。他呢就是出身一般，但是呢就是說經過自己的努力拼搏呀，而且也確實很有才華哈。那在30幾歲的時候就成名了，成為這個醫學美容界的一位奇才。他呢年紀輕輕哈就擁有了多家診所，那真是日進斗金吶，身價億萬啊。那他交的朋友都是這個社會上流的這樣的一些能人名人，對，他每天的這個出入哈都是開豪車住豪宅，戴名錶穿名牌
而且他自己呢也非常享受这樣財富自己積累的財富所帶來的幸福感。這種成功的人生的感覺哈。沒錯，在朋友圈中他就是成功人士的代名詞，也得到大家的一種羨慕。但是呢，就是在他這個人生高峰的時候哈，39歲那一年，他可能自己覺得就工作太勞累了，怎麼後背這麼痛啊哈，他就第一次去看醫生，結果讓他差點嚇個半死。醫生跟他講，你這個不是一般的背痛，是肺癌晚期第4期，而且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了。哇！他當時這還是醫生，他自己就是一個整形外科醫生呀，結果自己得了一個不治之症啊。那給他看病的這個醫生就說，那真是對不起哈，張醫生，你的壽命就不到1年了。哎呦，你看多可惜，對对对，晴天霹靂啊，真是啊，真是晴天霹靂。就是他還沒有享受人生呢。他也享受，肯定沒享受夠呀，對呀，真是太短暫了呀。其實沒享受啊。哎呀，真是，對不對？你說30歲之前成天考試讀書了，那還真是，對不對？再接下來這個時間拼命賺錢，他哪有享受時間？對，結果呢？他還真是不如這個醫生所料哈，他的壽命就剩幾個月的時間。那他在最後幾個月的時間裡呢，他也到處去演講，他想提醒那一些不注意健康跟他一樣的這樣的那些人們哈，他就跟大家講說，其實我呢是出身很貧寒的但是呢我從小被灌輸教育的這個價值觀呢，就是成功就是財富。財富才是幸福，所以呢，我就一路是非常的拼搏哈，追求財富追求成功，但是呢，忽略了健康。在我現在即將失去健康、失去生命的時候，我的那些名車、名牌的服裝，我的這些這個名流的圈子哈，其實任何幫助都做不到。對，那麼呢，真的是幾個月之後，就在他年僅40歲的時候。他就離開了人世。哎呀，好可惜啊！這個案子真的也挺有名的，當時我在新加坡也有聽說過。是哈，這位醫生，其實他當時候他的醫美的那個clinic 就是開的很多，診所，對，就是非常的人擠人吶，每次排都要排幾個月才能排上的然後包括還有開到國外，聽說還有去印尼也有開，就事業太拼了，是，而且他也是很追求這一些，就是好像名車呀、豪宅這一些。因為他講他從小受的教育價值觀就樹立成這樣子了。對，成功就是財富，對，財富呢才叫幸福。是，其實，在很多我發現那些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城市哈，就是人們因為可能生活費比較高，就有點叫。不敢輸不起，是吧？就新加坡人流行叫怕輸哈，這個詞在華人世界當中，就是每個人的座右銘，就是對，但是呢，這位張醫生可是厲害了哈，錢是賺了錢是賺了，但是身體垮了，生命沒了。他這個就像剛剛師父開頭時候講的那個，他這個身體是這個1，後頭賺了那麼多的名車名豪宅的哈，都是0。但是最後你這1倒了，這個0全都是與他無關了，可能與他的愛人吶或者孩子哈，父母可能有點關聯。哎呀，希望如此吧。但關鍵是他這個創造財富的人，自己不能享受這些財富。是，對，抱着遺憾離開，他又自己是一個醫生，還這麼不健康。所以我覺得他不光是一個。就是讀醫學的聰明度哈，他不僅僅是個醫生，關鍵他還是個事業的經營者。是的，對。你想開這麼多美容診所嘛，他也要管理，而且還是連鎖店呢。對，所以你還是個高級的管理者。是這個厲害。對，但是他唯一就是他不是一個健康的投資者，
很可惜，这也是很可惜。就後來他的演講，我有一些也看了。他說這些曾經我覺得會帶給我快樂的東西，像這些名車呀、名錶啊，就是這些有名的豪宅啊，到最後呢，其實我覺得都沒有任何的意義，對，也救不了他。然後他最後的日子裡呢，他除了演講，他也是多陪伴他的家人，陪伴他的就是朋友。然後他說這個讓他的生命就充滿了意義。對，但是太短暫了。對，對。那香殼呢？你還知道其他的這方面的故事嗎？是，對，說到這兒，就是我想起，就是幾年前哦，台灣有一個挺有名的一個男明星跟模特叫高以翔。就可能我們的很多網友朋友們也有看過他的電影啊、偶像劇，就是他非常帥氣，然後當時候在演藝圈也很紅了，就是很多節目都找他就當男主角啊，或者很多那個品牌也找他代言，但是到2019年的時候呢，有一天突然間這個高以翔在錄製一檔真人秀，那錄到一半呢，突然間心臟病爆發，然後就去世了。哎呦，他年僅35歲哦，那時候非常非常的年輕，那就是這事情發生了以後呢，他身邊的人就回憶，所以當時高以翔那個工作狀態啊，可是非常的拼啊，就是一個節目接着一個節目的拍那他當時錄的這個真人秀節目之前呢，他就是已經有點感冒，然後感冒沒有痊癒呢，但是沒辦法，就跟人簽了約了嘛，就還是把它錄了，然後這個。錄這個節目呢，就體力負荷也非常大，就是他當時已經連續就是工作了17個小時，那最後這個環節呢是一個夜間奔跑的一個項目，就是可想而知，就是體力消耗很大了。但是這個高以翔他也非常的敬業，他也就是把它完成了。但是他在就是做的當兒呢，就是做到一半，就跑到一半，突然間就倒到地上了，然後不省人事。當時那個劇組也嚇到了嘛，就馬上給他送去醫院搶救啊，然後所有的醫生就去看他的情況，但是呢，就是很遺憾的就挽回不了他的人生了。才35歲，對，才35歲，明星隕落呀。那他這個是去世的理由是什麼？醫學理由是那個後來醫生診斷他這個去世的理由是過勞而死，就是心臟病突發猝死嘛，是，而且是因為對累死了，就是可以這麼說，這叫過勞了過勞對，你看也是當紅的明星，那麼帥氣，然後也是又有名氣又有錢，就是在事業的巔峰的時候。因為明星他憑的就是自己這個身體，對，是這樣的。他和老闆不一樣哈。對，老闆他是比如說是買賣啊，或者是製造哈，他可以雇人來做，雇機器來做，還真是。那明星呢？他都自己要出面，一定要靠自己這張臉了，你不可能把臉租出去啊，對吧？是，你这身體就去了呀，真的去幹了。這為了讓這個很多觀眾對你有好感啦，可能會做着很多具體的一些肢體節目哈。對，他也是很拼的這工作。所以他們這叫有一個內行話叫趕場。趕場子，他們是論分鐘的，是，比如說7至8點鐘。是趕這個場哈，比如說8點半至9點半是下一個電視台錄製的另外一檔節目，是就趕這麼個場，那非常的趕，非常勞累，真的是連上廁所時間都沒有，對，連吃飯睡覺時間都沒有，對，所以有時候這個他拍一個戲，有時候一些畫面哈，還要等天氣，沒錯，比如今天咱們拍這個有雲霧山的這一段哈。這個你要想去拍的時候就會下大雨，巨大的設備哈，那些設施都來了，都已經運到山裡了，還不能輕易撤，對呀，就等，對，就在那等着，結果呢，你從早晨5點鐘等到下午5點鐘，天才放晴，準備開始開拍，這人其實等的都沒精神了，是，整個劇組都已經人困馬乏了，非常的耗能量，對，那你也得拍。等拍的時候，導演要求要高，對不對？因為你想進入，大家在那苦等的又累，你是個人嘛，是吧？對，光等這個時間了。可是來了之後演的時候呢，又演這故事當中的一個劇情，是。說這個時候你說，演親爹死了，得像真的那麼哭，是不是啊？或者一個戀愛的場景，對，你投入不了那種感覺。
導演要求怎麼辦呢？反覆拍50次，是，哎呦，非常消耗能量、啊。說最後說才基本算過關，是吧？你看都不容易啊，出名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光靠身體來賺錢的人，其實是個最難的事情。真是。说為什麼弄得很多演員又累啊？為了達到個效果，甚至是吃興奮藥啊，是不是吸毒？為了表演效果。對，所以其實。這挺可憐的，也是，对，真的是啊，挺可怜的。就像這位高以翔，真的是那麼紅的這個那麼年輕的這個明星，35歲啊，就過勞死了。我記得當時就是2019年的時候，在台灣，哇，那個捷運站、地鐵站裡面啊，到處就看到他的那個大的那個招貼，對，招貼畫報啊，很有名啊。然後突然猝死，哇，滿社會对引起很大的反響，非常可惜。对，是，所以当今这个影视界名人哈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年齡哈越來越年輕了，越來越年輕，對。好，那師父呢？接下來呢，我帶給大家一個俄羅斯的網紅啊，對，一位女網紅，她呢叫詹娜哈，她呢就是以前呢是一個素食的廚師啊，所以她呢就是在網絡上推薦大家吃素食。這挺好的哈，還是很健康的。後來呢，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自己呀就走得越來越極端，他就變得只吃生的蔬菜和水果。他所有吃的東西哈都不加任何的烹飪，就是不煮啊，對，就不經過火的這樣的。那這樣能行嗎？就說呢，然後他就說呢，說啊，如果你要是烹飪了、加工了之後呢，這個營養就破壞了啊，就是這個生的呢是最好的。結果他自己越吃越瘦，越吃越瘦。你看這個照片上，瘦的是骨瘦如柴呀，啊，就嚇人，跟骷髏一樣瘦。所以他也經常很疲勞啊、疲倦吶，容易生病啊。所以他的家人朋友都很關心他，說真的，你這樣不行啊，你要平衡的飲食哈。然後他說，哎呀，你們不懂啊。他說我這樣的這個情況，你看我疲勞啊什麼的，這個都是身體在排毒的現象。其實我最健康了。他總是這麼說。你看他其實他這個極端飲食之前還是挺可愛、挺健康的。後來的話，他光吃生的這個，你看瘦的那個樣子哈。對，就是皮包骨了。後來。對。結果他這樣的飲食，他吃了4年多啊。然後在2023年的時候呢，他在亞洲旅行，結果呢就一場小小的感冒，他就抵抗不住了。因為他吃的東西太極端了嘛，其實是營養不均衡的，所以也影響了他整個身體的免疫力呀、能量啊，方方面面這個。所以一場感冒下來，結果他就死了，才39歲。我天啊！哎呦，他媽媽，包括他的朋友，包括我們就是社會上評論他的人都說他是被餓死的。你說多可惜啊！真的，太可惜了。他是走向極端的。對，他原本是追求健康哦，就是你看多吃蔬菜，聽着好像挺健康的。對，結果就是身體越來越就是垮掉了，這個感覺。對。他這個極端就有點像走火入魔一樣的，就本來說是做一些素食的這個推薦吶、介紹哈，或者烹飪的方法，是倒還是挺好的。是呢，但是呢，他好像越來越偏執了，特別偏執。那本來是一個養生的行為是吧？結果呢，變成了害自己的行為，變成一個走火入魔的一個。是吧？只吃生食，對這個它也違背了人體的基本的需求。對呀，我們都幾千年來，就是自打這個原始人學會了用火之後，咱們就吃用火煮熟的東西了，對不對？也就是說啊，我們講一點自然的科學就是這個人類隨着人類的這幾千年，尤其是有文明記載以來哈。就是發明了去使用火來烤啊煮食物的這樣一個行為哈，所以一代的這個 DNA 呢，你的身體哈，你的這個五臟六腑就已經開始接受了熟食製造之後，熟食煮熟了的食物的這種吸收和這個運作了哈，是吧？是。而人的這個身體並不完全的吸收接受全是生食的這個現象。對。
所以完全說，你说你历代，比如說5000年以来，你这每個 DNA 遺傳的都是吃熟食，對呀。到了你這一代啊，愣不丁的，突然之間整天吃生豆芽，喝點什麼豆腐水之類的，這肯定受不了了，受不了。對，就是你的營養是不夠的，是這樣啊，對。所以本來說你說倡導素食，一般咱們聽說這個名詞的時候，就覺得這一定是一個就健康飲食的倡導者。對。結果呢？他極端了。這位姑娘呢，她有點走向了一個極端。是。那可能這個極端，我覺得也與她是一個網紅有關係，是吧？就是為了博取大家的這個。這種更多的關注，所以呢，我就弄一些比較稍微極端的話題，來刺激一下大家的感官，是吧？比如說，其實有些小姑娘膽子很小，但是為了拍個視頻呢，為了讓博取這個她喜歡她的粉絲對她喜歡，說我就蹦極啊，是不是在腰上腿上綁個大繩子從這跳？你這要跳的時候都嚇尿了，對吧？但是還跳。有的時候你這個腿啊沒那麼結實的哈，完還跳的那個繩子猛的那個甩那一下子哈，可是從此你的腿或者腰或者頸椎哈已經嚴重受傷了。哎呦，你看，只是回來之後還能走，那這些蹦極的公司的人說啊，一會兒就好了，你這是緊張嚇的，其實是落下病了。那麼還有一個大腦。血管與大腦之間的關係，對，嚇的吧，恐懼呀。對，所以一個是說你的這個骨頭關節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受傷，第二個你的大腦有沒有受傷，我會存一個很大的懷疑。對，所以咱們網友們哈，不管多年輕，別去蹦極，哎，別做這些極端運動。對，但是他是個網紅呢，所以有時候他的言論或者思維方式，他稍稍做的過分一點，過分一些，極端一些，這樣的話呢，博取流量哈，博取流量，博取大家對他的一種關注，但是我覺得博取流量沒關係，但是過後你該怎麼吃怎麼吃，對不對？對。你要這樣，你不能把自己給套牢了，給弄死啊，對不對？啊，你也可以說，哎，我這天天不吃，你看我50多天沒吃了，鏡頭一關，先啃2隻燒雞再說，是吧？你不能把自己給弄死，你知道你是在演戲，博取一個觀眾的一個喜歡而已。其實形同你就是個演員，對吧？你別把自己種入另外一個自己所創造出來一個圈套，對不對？對，就請你記住，你永遠是個魔術師，你所有的行為都是在。其實一種表演，而不是一個人生。是你用的這個表演的行為來博取這個你喜歡的一種表演的感覺，對不對？還有謀個生吃個飯，對不對？你看這在那個電影舞台上，你說這個魔術師，比如說把這個人裝在一個平面的盒子裡頭，中間插了個玻璃，人家切開2半，你不能把这個人分2半，對不對？對呀，是吧？就是這個道理哈。你知道這魔術就是假的，是障眼法，這用的箱子呀、玻璃呀、聲光電的東西，讓觀眾看不清，其實都是假的，對不對？但是你自己不能真切了自己，是对，這就是我的一個思維方式哈。哎，對，你別把自己給玩進去了。我能想象這個詹娜她的這個在天之靈啊，聽到師父今天這個言論，肯定是後悔的拍大腿呀！哎呀，真是，把自己給吃死了，餓死了。對，這也許是命運使然吧。哎，但是我們也是替他可惜呀。是，我們其實聽到這些故事都是可惜的，是我們沒有一個聽的是痛快的，我們也有心理壓力，對，很難過的其實。對，希望他的在天之靈哈能得到安慰哈。好的，我們是理解他的，真是，那這邊我還有看到網上啊，有剛才講就是因為飲食不均衡，對，而就是影響他的健康嘛。然後就是網上有另外一個美國的博主，他是一個健美的博主，他前幾年也是挺紅的，他叫 Rich Piana 啊。然後我們可以看看他的照片啊，你看他因為是健美博主嘛，所以就是肌肉都練得特別大。然後，哎呀，你看，就是看着特別瘦哎，那看着像特別壯吧？你會覺得他這個人應該力氣很大呀。他這身肌肉，如果戴個面罩的話，怪嚇人的，像妖怪啊。是有一點嚇人。
然後可是當時候他在這個健美界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紅，有幾百萬個粉絲啊，然後還參加了很多那個就是健美的比賽，獲得都是不錯的名次的啊。你看這是他的 IG 上，是97萬粉絲啊。然後呢，但是他曾經公開承認，他每一天的那個飲食習慣，他都得吃20種補養品啊。這補養品包括什麼呢？就是有各種的維生素。然後還有就是蛋白粉，還有肌酸等等的。那同時呢，因為他要把他自己的肌肉練得越來越大嘛，這是他們就是在健美界的審美，就是越大越好看。那人呢，可能就是你通過普通的那個運動是達不到那個肌肉那麼發達的，他就得吃一些激素跟類固醇，包括注射一些藥，就是讓他的肌肉能夠就是非常發達的生長但是呢，也是2017年的時候，46歲的他就在家裡突然昏迷，然後去世了。然後送到醫院呢，醫院就是檢查不出他具體的死因，但是後來那個法醫又做了一個檢查，就是說他的那個心臟跟肝臟啊，已經比普通一般男的就是大2到3倍了，就是。那我知道这個心臟這個肥大哈，其實就是心臟病的一個表現，因為它供血供不動，所以那個心肌啊供不動那麼多的血，它必須要長大一點，再長大一點，對，它才能供應它全身，這就是心臟疾病的一個表現。是啊，心臟肥大，那肝也是，它解不了那麼多的毒，它一天吃那麼多的毒素，是那麼多，它排不了，代謝不了，只能自個兒拼命的長啊，它長都供應不了它的這個排毒的這個功能，你看最後就死了。是，我就覺得很惋惜。你看他就是外表看起來那麼壯，其實內在的那個器官啊、五臟都壞掉了一樣。哎，這個師傅，我有個問題啊，他是健美運動員嘛，對不對？健美，我們聽健美，我們認為健美的人都首先是健康的呀，他怎麼還這麼早死啊？這個健美哈，对，像比如說這位先生這個健美呢，和我們所說的健康的那個健身是不一樣的。是啊，對，你看哈，如果在正常情況下，就是我們使用了很多化學的激素啊等等的哈，來影響自己的身體的形狀，對不對？請問那是健康行為嗎？不健康啊！你變成說吃藥，我讓這塊肌肉鼓起來。對，還有呢，就是說我自己練的哈，我僅僅是一種體能和加了啞鈴啊，什麼重的東西舉啊，練一練，肌肉鼓起來一些，這個還相對是健康的。但是通常呢，你有3個月、100天不練，它又縮回去了。是這樣，就是這樣子，是這樣。這個反而是健康的。那麼這位先生這個呢，他為了達到這樣一個外在的一個很雄壯的哈，因為超越了人們這種思維意識的雄壯感的時候，他要靠藥物。对，因為人的人體結構不是這樣子的。對，他一天他用20多種各種各樣的粉、各種各樣的藥物來維持這樣的一個身材。你剛才說的那個，他去世之後解剖他這個心臟和肝哈，我認為這個心臟變得大，我的理解和你有差別的。就是認知不同哈，當心臟變得過大，是身體過於虛弱了，是而外在呢，一看哇，像變形金剛那麼強壯，而內在這麼虛弱，因為心臟變得很大了哈，是整個供不上氧了，才變得很擴大，所以必須長大，而越大越無力，是這樣，是這樣的，是，所以有很多這樣的人呢，在台灣有個節目的時候啊，對，我見過有一個，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有一個節目之中呢，那會兒2、3個健美的男生來哈，看哇，這裡胸肌都挺大的哈，這個什麼，這叫什麼？肱二頭肌。哇，這你都懂啊？是吧，江哥？我不知道。我覺得像肩膀腫瘤一樣，就是這裡就是很鼓起來那麼大，結果呢，這個女主持人也好事兒哈，拿手指去捅2下，一捅呢，我覺得像皮球。就是他的肌肉哈，還不如香港那個結實。他的一捅像個水的皮球這樣子。會凹進去嗎？是啊。這樣一壓就進去了，就輕輕的，一個瘦弱的女生啊，輕輕一按就按進去了，一鬆手啪彈起來了。那不對啊，那真正健壯的男生的肌肉你是按不動的。對。他是用那個粉啊，那些藥粉哈，他做出了一種形狀。
就好像用鸡蛋殼做出一個石頭的形狀，其實是不堪一擊呀。外強中乾的。所以這位美國這位名人哈，他這個去世呢，他說他心臟變那麼大，肝臟變那麼大，他身體已經被掏空了。被什麼掏空了呢？就那些激素啊、類固醇吶、各種粉啊。他為了保持一個就超級類似於很強壯一個男人的外在肢體的形象，而把自己的身體的元氣能量掏空了，就是這樣的，而且呢哈，你知道他要求極度健美的這種人呢哈，只要是參與健美的人，教練開始說了，你一天你喝水，比如說不能超過3瓶水。就是一瓶是500 cc 嘛哈，不能超過1500 cc，就3瓶礦泉水，一天不能超過這个，而且必須吃什麼蛋白粉啊，對，什麼那些東西，那我不太懂，我從來沒有碰過那個，是，而且也挺貴的，對，說那你也想獲得一點名次，說那你說那拿幾塊肌肉一定凸起來，人家是有要求的，對吧？但是這個是一種叫病態的一種運動，所以。這種健美，並不等於健康，反而是傷害。哎呦，真是！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去健身房想運動一下，最初的理念就是想健康一下，對，出汗，尤其是男生練出點肌肉來，顯得壯實，對不對？對呀，這個是正常的，無可厚非。對。但是追求到這個樣子的時候，就是本身我個人認為就是一種不健康的追求。我獲得名次。我的肌肉變得還是很那麼龐大隆起的時候呢，別人就開始買我推薦的產品嘛，就是這樣，還是為了獲利了。就是我就是個名牌，你看我的肌肉這麼多，是吧？就像吃成像我這麼雄壯，趕快吧，每天2斤蛋白粉，對吧？是，好像後來真的他開始就創立一個蛋白粉的那個品牌。哦，對，好吧，那他這個。不管是他的聲名，還是他的這個財富，都是以他的生命健康為代價的，太不值了。所以這位這個健美大師哈，我覺得他就是吃了很多就像類似於毒藥，天天吃這些化學品嘛。對，結果他被毒死了。其實被毒死了。你看，我們總結一下，師傅前頭那個詹娜，那從第一個總結吧。第一個新加坡的這個張醫生，對，我覺得他就是追求財富，貪錢是貪死的，累死的啊，貪錢。第二個高以翔那個真的就是累死的，高以翔累死的。對，第三個那個俄羅斯詹娜那就是餓死的啊。這個美國這個健美的這個明星呢，那就是毒死的。還真是。你說這多可惜呀！但是一分析確實是這樣的。對，但是我們這樣講是心痛的呀。對，哎呀，好悲劇。你看他們的行為呢，都是在做健康行業，對不對？對，是吧？對，都是健康行業。對，第一個是醫生嘛，是呀，就是為了人民的健康嘛。對呀，你要把自己累死了啊，是吧？你看，所以每個都與健康有關係，就都走向了另外某種極端。是的啊，所以走向極端之後。就是不健康，就是傷害的。對，所以投資還要投對。所以師父說要投資健康，那我們要聽一聽怎麼樣的、什麼樣的觀念才是真正的健康的觀念哈。對，像我們就講的健康觀念在生活中嘛，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吃了。對啊，比如說吃穿住行，對不對？你包括住房的這個。安全性、健康，對呀，很多住房，比如說大家直白的這個住房的健康問題，就是風水，是吧？那風水之外呢？還有建築，我這建築裝修就知道那個甲醛甲醛含量高，那人會得白血病的。對呀，哎呦，還有房屋結構不合理呢。總是，比如說總是被風吹呀。對。還有呢，總是透風啊。冬天是總是被風吹着呀，是吧？對。還有很多房屋建造不合理。還有在海邊的話，還得風濕病呢。對。太多了哈。對。那今天咱們從哪兒講起呢？師父？咱們就講這個飲食的部分。好，怎麼樣比較科學飲食的哈？咱們先把我們的第一份健康投資
投資的健康的飲食當中。咱們就放開的給大家講一講。好的，希望大家能夠從中吸取一點點經驗哈。好，那網友們，那我們就給大家推薦的第一個投資這個飲食健康飲食的投資方向呢，就是用天然食品來替代高加工食品。那麼就是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医学期刊叫《柳叶刀》啊，它呢做了一个特別全面的一個全球範圍的一個研究哈，然後研究出來的這個結論呢，就是說很多國家呀，這個人呢是因為飲食結構的不健康引發死亡啊。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世界地圖，這個紅色的、黃色的，就是暖色調的啊，都是飲食結構不健康的啊。那這個藍綠色、紫色的這個冷色調的哈，就都是健康的。那我們看一下，像加拿大、美國，就是美洲啊，還有南美洲的絕大的地方啊，還有澳洲、澳大利亞哈，還有歐洲、地中海那個地區哈，這都是很健康的。亞洲呢，你看就是日本、韓國、台灣還是蠻好的啊。那不健康的，只要看到俄羅斯啊、非洲啊，還有中國大陸很多的地區哈。好，那我們就講一下哈，它是怎麼不健康？對，就是說這個飲食結構不合理。什麼叫不合理啊？第一個不合理呢，就是鹽分太多了啊。第二個不合理呢，是雜糧的吃的太少了。第三個不合理是水果吃的太少了。哈。那老師您說，就是這個鹽吃太多也會造成死亡啊？對。這個真的是這個鹽過多，對我們的健康有很大的危害。第一個它就會形成這個高血壓。第二個它會傷這個腎臟。所以這個鹽多哈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還有剛才不是說這個粗糧攝取不足嘛？它也是個問題啊。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每天都是吃的白米白麵，它是精製而成的，把那個麩皮啊什麼的有營養的那些外層的那些都脫掉了哈。那麼這個精製了以後呢，它就少了很多的纖維，少了很多的那些維生素、微量元素，多了什麼呢？就是碳水化合物了。碳水化合物在身體裡邊，如果都用完了還行，用不完留下來就變成糖，變成脂肪。糖就引起這個糖尿病。高糖嘛哈。那這個脂肪就引起這個高血脂。對，所以剛才說的鹽造成的高血壓，還有這個糖造成的高血糖、高血脂這三大危害就是我們說的三高嘛。那直接影響了心腦血管，還有腎臟。就是整體的這個內臟器官的不健康。理解了。所以這個飲食結構很重要。是。說到這兒也想提醒網友們，我們前幾週有一期直播呀，就是說這預防這個心腦血管疾病的這個健康飲食方法我們推薦了地中海飲食的方法哈。對，這一期直播是非常好的，我們講的特別的完善啊，然後大家也很容易去效仿。就歡迎我們的網友們廣為傳播。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哈，回顧一下，把這一集的直播好好看一下這個就是健康的飲食結構。是，那確實剛才我們看那個圖表裡嘛，對，就是老師說的那些地中海地區那些都是那個壽命比較長的。是的，對，所以他們就是吃得很健康那我們再慢慢講哈。對。你說這個鹽多，你能想象到這個鹽多是怎麼來的嗎？就是他炒菜放太多鹽嗎？還是對吃太鹹？對，這個一般不會，因為你第一頓吃的鹹，第二頓就少放鹽呢，對吧？其實還是很容易避免的。這個鹽多並不在於我們平時自己添加的那個鹽來於什麼呢？就來於那些超加工食品。什麼是超加工啊？要講到這個呢，我們還要跟大家慢慢講我們把食品分成4類第一類就是最原始的這個食品，天然食品比如說雞蛋比如說水還有蘋果、蔬菜，就一點都沒加工的，就是原來的原生態的這樣子的純天然的，或者是鮮的肉類的沒有加工過的，那這個肯定是最好的。第二類呢是初加工的，比如說
就是在这個花生啊、大豆啊、菜籽中，我們提煉出來的油啊，就變成了花生油、菜籽油等等的，或者是甘蔗中榨出來的糖啊，或者是海水中提煉出來的鹽啊，還有這個蜂蜜等等這一類的哈，那就是初加工的，就提煉出來的，這個也都是相對是健康的。那第三類呢，就是加工過的了，但是是簡單加工，主要是為了延長保質期的保存的期限，比如說把那個白麵烤成麵包啊，做成饅頭啊，還有一些那個水果，要是放了3天5天不就爛了嗎？但我們做成水果罐頭裡邊就是真空包裝啊，加一點這個必要的元素哈，就是讓它增長它的這個有效期還有我們吃的那個鹹菜，醃的鹹菜、醬菜也是增長它的保質期。對，韓國吃的泡菜等等還有一些水果乾蜜餞這類的，都還是屬於就是說加工過的。對，好了，我要講的這個超加工的這個就是最糟糕的了哈。它是怎麼形成的呢？就是工業化大量生產，為了提高效率、節省成本而且呢又要更多的顧客來買，所以它的味道就要做的更好吃，更香、更脆、更甜、更什麼刺激、更辣，對吧？但它怎麼能做到這樣呢？它就不是我們炒菜放的一點鹽了，它放很多調味料，這個鹽吶、糖啊，無形之中就增加了很多辣呀什麼的哈。而且它為了這個能夠保存呢，在那個貨架上的時間長呀，它還放各種添加劑，防腐劑呀，還有色素，讓你看着更新鮮吶，還有那個抗氧化劑呀，它就不壞呀。還有你吃的那種，我們吃的像那種爆米花什麼之類的那種，就很蓬鬆的，那個叫膨化劑還有都不是天然的呀，哪能天然的？天然的那一會兒1、2個小時就軟了嘛，對嗎？還能那麼酥脆可口嗎？對嗎？還有我記得咱們還超市裡買回來那個運動飲料，奔跑的那一個哇，看着哈。那個裡頭那果肉哈懸在中間呢，對，我當時一起買的那朋友說，哇，這個果肉好神奇呀，能夠避免地球引力竟然都懸在那兒，這怎麼能可能的，對不对？那什麼能讓它懸着？對，它有塑化劑，有那種穩定劑，給那水就成了黏糊漿糊了，它那個果肉才能懸着嘛。你想想能健康嗎？哎呀，这塑化劑就是把那個塑料稀釋了比如把塑料瓶放上一鍋水煮軟了，就是這樣。對，大概就是這樣你說多可怕呀所以就說哪些東西是這種超加工的食品，首先就方便麵。它那個調味包，不管說是什麼滿漢全席啦，還是什麼先不管它叫啥對，不管它什麼味兒，那個味兒都是人造出來的。它有大量的那個鹽呢，還有這些糖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很多都是化學品，就是它的調味料很多有天然的部分，但絕大多數起作用的全都是化學的。對，你吃的那麼香，一聞到味道你又想吃就上癮的這個東西都是化學的。對，還有你吃的薯片薯片那根本都不是土豆，那是合成土豆粉，又加了亂七八糟調料做成的片片。然後再沾了各種的調料、膨化劑，什麼各種劑，對炸雞塊也是，那炸雞塊不是一塊雞肉，也是加工過、深加工過的那個雞可能我都不知道什麼雞肉，反正然後它又組合成那個樣子，再壓成膜、壓成塊塊。對，所以你為什麼吃着那麼好吃？它加了無數的東西，這聽着怪嚇人的呢。對，所以就得嚇唬嚇唬你是要少吃，難怪就是那個英文都叫這些食品叫 junk food 垃圾食品。對，還有在台灣你愛喝的那個奶茶。那個奶也不是鮮奶，茶也不是鮮茶，奶也不是奶，茶也不是茶，那都是啥呀？都是糖精我看他寫的叫什麼什麼茶素对，它叫什麼香味茶素，比如說奶香素，它是奶茶素什么之類的，用化工原料給你提的那個味道，你喝起來很香濃郁的奶，但它不是奶，它不是奶，對，它只是白色的液體
你那個 bubble tea， 你要再加點那個 bubble 那個珍珠，完了又塑化劑又吃進去了啊！哦，嚇人吧？是，聽起來怪嚇人的。對呀，你包括裡頭它放了很多甜味的東西吧哈，像那種水果茶類的哈，很多很甜很香的味道，那個東西也是化學的。糖精不僅僅是糖精各種啦，就是一些可以這麼叫香味劑。對，你一聞就受不了，哇，太棒了！哦，還有那個小蛋糕的那個是吧？對呀，也都是加了那個東西。要不可能那麼香的，要咱們家自己做的怎麼沒有那麼香呢？对对对，你放的越真實越沒那麼香。對，還有那個著名的可樂的那個實驗啊，對，一罐可樂相當於7塊方糖，對吧？对，對呀，你說你那一罐可樂，還以為多健康嘞。我的媽呀！你這無形之中吃了多少糖啊？是所以三高就是這麼慢慢的形成的隱患。對，對。但是聽起來就是現在的人吃這種東西還吃的挺多的呢。就是呢，所以危害很大呀。什麼樣？這個東西尤其是這些留學生哈，是留學生、大學生，特別愛吃這個。學生族，因為他也對，可能也不太會做飯，又加上懶。可能又沒時間做飯，又忙着考試之類的哈，那就方便唄。對，就變成這些學生呢，青年學生哈，從吃的到喝的，都是有毒的食物，都是化學品啊。對，所以就是說它非常危害健康啊。昨天咱們去到那個小超市小店裡頭哈，便利店，咱就看說，比如說這個叫台灣烏龍茶。對，還有萃取烏龍茶，是聽起來說好像剛從那個茶壺裡倒到這個瓶子來的，就給你寫的誘惑感就是這樣。對，但仔細看說明說不是茶粉都是茶粉，什麼茶精，对，全是妖精組合，就根本與茶沒有關係。那你喝了半天是啥呢？台灣是個產茶的地區，對不對？對呀。可是呢，你喝的茶裡頭沒有真正的茶，但是你自己喝的時候，你不看那個說明哈，你還覺得這個茶不錯，沒錯，喝着又很好喝，對，還有什麼柔軟絲滑呀，什麼解渴呀，哎呀，我就覺得有時候騙人都算說得清的了，沒有這個更好的一個詞彙來表達我的心情，就是你在喝着這個毒水。對，但是這個超加工食品的危害還是很大的當然，對。他另一個那個英國的醫學雜誌哈，他發表了一篇論文他這個研究很廣泛，1000多萬人參加他這個實驗哈，他來收集來的數據就很有說服性哈。然後他就說，如果長期高頻率吃這個超加工的食品，長期高頻率就是說經常了哈，吃個好幾年這樣的，像這個學生族就屬於這類的。還有高頻率就是一天你吃個3次以上哈，對吃零食來一罐那個薯片，哎呀吃鹹了又來一罐可樂，對不對？然後買個那個什麼速凍的披薩之類的，那完了就夠了哈。對，已經一次就吃了3份了。對。如果這樣的話哈，跟健康飲食的人比，哇，那不得了，心腦血管疾病風險增加50%，50%啊！所以很多青年人哈，很早的就有這個中風的跡象。對呀，他這個心腦血管疾病的為什麼那個年齡都在下降啊？就跟這個飲食吃出來的啊。還有呢，還有這個焦慮症。和一些那個精神障礙風險患病風險也增加50%。我是說嘛，怎麼當代有點精神問題的比較多呢？特別多，都向師傅來求教。對呀，也是吃出來的，都吃出来的還有抑鬱症的風險增加22%。這都是精神病啊。對，2型糖尿病的風險增加12%。然後。除了這些病它會增加死亡率哈，剩下的無名原因的死亡率還增加了21%，都是他們造成的，真是可怕哦！你說嚇人不？嚇人，就是它不僅影響你的健康，還影響你的精神。那年輕人吃了還以為吃的挺快樂的，結果就哎呦，對，是，然後呢，然後就是說，那怎麼說？
那如果這麼不好的話，為啥這超市裡都還賣呀？對不對？對對啊，為什麼我們還讓？對，為啥政府允許賣？那政府這個，咱這個，可能這個文明發展就發展到這個階段了，这都工業化了，对，也沒法避免了。它可能測算對某種東西哈，對，比如說奶製品吧，就測有幾個點，有幾個指標。蛋白質含量什麼什麼的，比如說有幾個指標哈，正是政府的相關單位，就檢測機構單位，就覺得什麼什麼東西，什麼蛋白吧，不超過多少，什麼鈣吧，不少於多少啊？對对对，只要達到這個數字，就算可以，就過關，就合格了，就合法。所以也才出了這個毒奶粉的概念。是嘛？對。对，所以呢，就是說呢，這個合法和這個食品達標這個標準的制定，並不等於無害。沒錯，這個健康觀念我們要學習。不是說賣的就都是健康的。哦，原來。對，就所謂政府允許賣的哈，甚至一些大的公司在推出來一些所謂的食品類的哈，同樣也是這麼多的化學品。對。那它的達到政府相關部門的一些指定的一些指標，並不代表是健康的食物。对，它不健康。对，這個翔可這個理解了哈。理解了。那它就是越長期，你長期吃這些東西，它就越積累在你的身體。偶爾吃一回還行啦。是這樣。大家就應該就開始理解了哈。那你想這些食品商人為什麼放這個東西呢？第一個要好賣。第二個的話，好賣它也盈利嘛哈。第二個呢，它生產都是現代化工業性生產，大廠房生產，每天生產多少噸呢？是，它一定要有個存放期、保質期。沒錯，對，最少得2年嘛。對，它也要降低成本。對，對，是這樣哈。那老師除了這個鹽啊、糖啊，就是這些添加劑以外，這些超加工的食品對我們還有什麼樣的危害呢？還有一個也是很大的危害，我們要學習的啊。很多超加工食品的裡邊哈，含有一個東西叫反式脂肪。反式？對，脂肪就是油就是油哈。這個反式脂肪這個東西就很壞了，它是一個壞油啊。它是怎麼造出來？就人工產生的這個反式脂肪，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工業化生產的過程之中，它把那個油呢做處理的時候呢，叫一個部分氫化的處理。只要是部分氫化的處理哈，這個油就變成了反式脂肪了。那麼這個反式脂肪是很壞的。首先說為什麼用這個反式脂肪，它呢帶來的口感就很好，它更香、更脆。然後呢，放的時間也更長，就像師父說的，它大量生產嘛，它得存放呀，哈。這種脂肪就能起到這個作用，它不壞。就是咱家如果做的油的東西，幾天的話，可能咱們就說變哈了，對不對？就走味兒了嘛。對。那咱外頭買的東西，多長時間？2年3年，它也不變味兒啊。是。就是這個反式脂肪造成的啊。還有人造脂肪啊。人造出來的，就是因為生產過程之中產生的這個反式脂肪。它壞在哪兒呢？這種脂肪它是一個壞脂肪，吃到身體裡之後哈，它就血液就粘稠啊，血裡頭就有油了呀，血管壁也有油了呀，血管就變狹窄呀，這不直接就是影響我們的這個心腦血管嗎？問題是它這種油吃進去了以後哈，身體沒法代謝，就堵住了，只能進不能出，跟貔貅一樣了，我們成了。它存到身體裡了。对，流去进了血管里，排不出来。哎呦，這可恐怖。對，所以你越吃越積累越多，那你這個血油就越多，越粘稠，血管越狹窄，多可怕呀！所以這個反式脂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東西。那我要怎麼知道，就是我吃這個東西有沒有反式脂肪？那就看那個配料表。但是我先說什麼中比較有多的這個反式脂肪，就是過油的東西，油炸的，比如說炸雞塊啊、炸薯條啊、那個薯片啊，都是油炸的。油炸方便麵吶，對，方便麵啊是這樣啊。对，還有做成的，比如人工奶油。還有什麼人工黃油 margarine 哈，那小蛋糕上那個奶油也是吧？就是白白的奶油，非常的危險吶，網友們。我看那就惡心。
很多人看了还喜歡呢。哎呀，結果。對對對，今天聽了之後就沒看到它就會惡心是有原因的，就是對對對，怕的。就是說這些超加工食品中很容易含有這個人工的反式脂肪。現在呢，也有一些廠家還是在乎健康的啊，他不用這個反式脂肪，但是很多還是有的。所以我們要學習這個知識，要學習要看那個配料表。因為它叫我剛才看叫 trans fat。對，英文叫 trans fat 啊，对，中文叫反式脂肪，這個是最不好的油，比豬油、牛油還不好的油啊，可是要注意，大量的存在於這個零食之中，還有蛋糕啊，什麼這個餅乾等等哈，這些裡面。是前幾天我那個在溫哥華，就是也是吧，去。很少的一次逛了個商店啊，這小朋友給我拿了一小桶圓桶的那個薯片兒，說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薯片兒，那就是打開蓋上，其實有一盒呢，我吃了2片哈，我就忙別的了，也忘了蓋子哈，半個月之後忙完了之後，接着吃，在我那屋裡，我一看那盒還在那兒，我嘗嘗是不是還是脆的，一咬。和剛開封一樣，那麼脆，又脆又香。我那時候我不知道我是一種要該讚美呢，還是該憤怒？該憤怒。我這放了半個月還這麼脆，哦天哪！我應該給他送錦旗啊！對呀，是我記得師傅以前還做過一個實驗，那個薯條放到床底下，對，就是對，3個月以後一樣吃。3個月以後都不長毛不發霉，對，怪可怕的。對呀，对，那老鼠都把我被子都咬了，就愣沒咬那薯條。老鼠比咱都聰明啊。所以這個老鼠也挺厲害的哈，所以我說這個很多這個化學這個東西真厲害，很可怕。你那個薯片但不管放了啥，我也挺佩服的，是不是啊？那家伙常年屹立不倒啊，你說半個月打開了之後，那個薯片再吃還是那麼脆，嘎嘣脆，也同樣那麼香。對，我覺得這個研究者真是不愧是博士級的研究者，是啊，這太害人了。對，所以剛才我們給大家介紹第一個投資方向呢，就是用天然食品來取代這個超加工食品。這是我們的目的啊。對，有個替換哈，用天然的、自然的這個食物哈，代替這些超加工的。超加工放的這些化學東西太有害了。對。我記得就是還是哈，我提起來上一次我們講地中海飲食的時候，有講過人家為什麼健康，就是多吃天然的食品。對，人家做菜都是哈當季的新鮮的蔬菜。我記得有一道普羅旺斯燉菜嘛，非常好非常好吃的那个但是比較洋啦其實師父也給我們介紹過很多這個中式的華人的這樣的哈健康的食譜。對。所以你說這個讓我想起來，是我們有一些親人吶、長輩哈，活的年齡不是很久哈，其中有一個原因呢，光吃那個剩飯哈，剩飯剩窩頭，也到了當時在中國比較貧苦的那個時代的時候，能挖到樹根就不錯了，是吧？但是有很多是不能當食物吃的，已經放餿了、放壞了的。他覺得只要是食物能看見了之後，餓得眼睛冒金星啊，趕上就搶着去吃了。對，其實它本身是毒害的。是的，對，那個發霉嘛，對，使人就短壽了。是的，並不是說你在吃的那個什麼樹根草皮的是健康食物哈。說你有錢，我故意吃樹根，這個可能是健康的。對。這你沒有錢光吃樹根，肯定是拉都拉不出來，對不對？那是，對，營養缺乏了。對，缺少營養。而且吃了很多不該吃的。對。豬狗都不能吃了，都剩下的放酸了、放臭了的，人在吃，眼看着上頭那個灰色的發霉的、毛茸茸的，對，那你都快餓瘋了嘛。你要再吃的話，本身就對身體就是傷害。是，對。所以現在咱們這個多數網友所在的國家、所在的社會，應該都是不是這樣貧困的哈。所以咱們避免了那個，但是同時也要避免這個
琳琅滿目的這些超加工食品，還是吃回到五谷雜糧，吃回到这個蔬菜水果。对，这是我們說有這麼一個心啊，有一份心意，也拿出一點點資金哈，投入到這個健康的食物當中來。對，那師父能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五穀雜糧，這個為什麼養生，為什麼好呀？對，我是從這個咱們八卦內功哈，從八卦五行的，就是中國古典哲學角度來說呢哈，這個咱們這個內臟哈，心肝脾肺腎哈，其實呢在研究的時候呢，在天道的研究之中啊，它還代表着不同的色，所以呢，比如說我一說大家就肯定開悟哈，所以如果多吃的紅豆會補什麼呢？補心。補心，黑豆呢？補腎。哎，這個知道了哈。哎，香可回答綠豆。補肝。對了。哎，那剛才你還說綠豆補王八呢？綠豆跟王八對眼兒。好了，哎，綠豆補肝啊，那白色的呢？補肺。補肺哈，哎。還有黃色的。那我來個刁難一點的西瓜呢？西瓜呀，清涼的。西瓜裡可是紅的喲。但是它的皮是綠的喲。是不是又對肝好，又對心好？如果說它的這個皮是綠的哈，而瓤是紅的話，是陰中之陽哈，其實也是陰，屬陰。所以這個西瓜它是涼中之涼。第二個比西瓜更涼的是李子哈。對，它是綠中之青哈，就是青出於藍的概念，就是它就更陰純陰的東西哈。所以這個我們說這個五穀雜糧的五色補我們的五臟六腑。那還有呢，所以我就這樣想哈，按照五行五色這個概念，所以五穀雜糧呢。五穀雜糧養脾胃，對，對，之後呢，在這個蔬菜上來說哈，蔬菜水果都一樣算哈，這個五色的這個蔬菜與水果呢，來養我們的五行。其實五行是指五臟的運行能力，運行能力是這樣的。所以你剛才這個說到的這個衛生組織調查的哈，其中我們亞洲人有很多吃飲食的這個整個結構不健康嘛哈，對，其中最後一個是少吃水果，水果吃的不夠，對吧？水果不夠，對它也不行的哈，對，還有五味呢，五味當中一個是各種水果蔬菜它也有它的性質和味道哈，還有一個呢豆子，還有一個最容易體現味的是調味料。對，調味料，酸甜苦辣鹹。對，說鹹的就是鹽嘛，是吧？你像這個酸的就是醋啊。對，還有呢，花椒。花椒大料。麻是幹啥的嘞？麻呀，排濕。对，它除濕哈，它有一定的火燥性。多數的這個調料哈，它帶有就是辛辣味。但是呢，不同的顏色和形狀的，它就有不同的性質。所以這個不同的調料，這個不同的味道而產生的這個功效呢，促進我們這個五臟六腑的運作、運轉。對，就有點像一個砝碼的秤砣哈，來調整，是吧？比如說你這幾天你比如說你一直在吃什麼呢？陰涼的食物。比如說年輕嘛，喝冰水。喝冰水來了八包屉，不管是真的假的，水果茶混了一大堆，這麼大缸子是吧？对，喝了之後其實陰涼過重，對不對？所以這個時候呢，你需要吃一些辛辣的，比如說麻婆豆腐，炒菜的時候裡頭其中有了這個花椒、胡椒、花椒、辣椒、大蔥或洋蔥，這個辛辣的東西加進去，它就平衡了。對。所以在中國廣東人炒菜的時候呢，和北方炒菜不一樣哈。對，因為廣東非常濕熱，他們就非常注重養生。所以廣東人炒菜是全中國人當中最敢使用薑的這麼一個地區。是。
炒一盤青菜哈，比如说炒一盘就是一普通的一盘10来顆芥蓝，它能放2大塊薑，就咔咔咔切成大薑片，跟着一起炒。一開始見他們炒的時候，我說這你高興糊塗了吧？這個不是肉，你放這麼多幹嘛呀？他說寒氣，寒氣。哎，廣東老太太就說，這個綠色的這個菜寒氣重，寒氣重容易傷胃呀。傷到胃之後呢，容易長胃息肉啊，對，胃酸吶，對，胃脹風倒流呀，胃脹風啊，對不對？所以他就加一些辛辣性食物來進行調和，懂得了哈。所以這個，哎，這個五味呢，五味能調我們的五臟六腑的這個運轉運行的能力和平衡度。這個很重要啊。對，它是非常促進的。对对对。它用的量少，但是效果是很好。用對了的話。对对对。对。知道了哈。知道了，太好了。刚才我说的薑哈，所以說薑只能是在上午啊，就是最好是下午2點鐘之前吃哈，就是早晨、中午，是晚上不吃薑，晚上薑吃了哈就傷身體，就是在中午、上午的時候吃薑還是補身體的啊。對，就順便給大家提示一下哈。這是很多的健康的知識需要學習。是，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以後煮飯的時候呢，要把這種白米飯從白米開始改呢那種帶有點麩子的糙米。對啊，糙米，但底下叫的都不一樣，什麼也有叫糙米，其實叫糙米哈，帶點麩子皮兒的，對，棕色的，對，比如吃小麥的哈，別光吃那個白麵，哎，有的時候呢，有的時候把這個麥子壓扁了之後哈，哎，來這麼煮着吃也挺好的，哦，也好，就你咬到嘴裡頭有一種津津的挺，對對對，不是一下就能咬斷的那種哈，其實也是很好。而不要光吃白麵粉。是的，白麵粉、白米粉也一樣哈，吃多了之後，它在腸胃裡頭呢，時間久了之後，容易就是長什麼胃穿孔啊、胃炎吶，還有淤積在那兒變成炎症的東西。對，因為它糖太多，它糖在身體就變成酸，就還變成酸。沒錯，哎，糖酸變多了，它就腐蝕你的腸胃。對對對，所以呢，這樣的國家地區的人哈，要適當的加一些辛辣味。辛辣味，第一個要加蔥、蒜，尤其是加一些稍微適當的加一點生蔥、生蒜，才會起作用啊。對，那麼第二個呢，胡椒啊、花椒啊、辣椒啊，這些料也要往裡放。啊，記住這個哈。對，否則你看，你到這個新加坡、馬來西亞，很多女人都說胃脹風啊，胃脹風，對，這是來自於食物的寒氣啊。是的，對，所以它這個外表天氣越是濕熱的地方哈，濕的地方，其實你的內在的內臟越容易有寒的東西。對，所以在南方地區真正臉色好的人不多，反而臉比較焦黑的人多。就是他出汗出的太多，有傷元氣了。所以他沒有把這個適當的辛辣味的這個料補充進去。所以呢，我的提醒呢，就是一定要加這個五穀雜糧哈。你這個糧食啊，沒有什麼標準。如果沒有糖尿病的話，什麼各種顏色的豆豆啊哈，各種的粗米、糙米的混在一起煮，對吧？大不了多煮一會兒了。是。但是健康的飲食當中哈，說米如果煮的都像稀粥爛到都看不到米粒兒的時候，其實對人體並不利。對不對？你想把它那個纖維的東西全部都煮溶解了呀，其實也不好。所以健康的吃米飯的話，它有一點硬度是好的。好吧。再加上這個五穀雜糧的豆豆啊之類的，配到一起，那也是非常好的。好，太棒了。再加些吃蔬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配色，好吧？就各種顏色的要吃到。咱們可以來個五行沙拉，好吧？好呀，五行沙拉至少配5種色，這個菜。其實每一個都不要多，比如柿子椒，有紅的有黃的，是吧？綠的，這個胡蘿蔔黃的，對西紅柿紅的，綠菜葉還白蘿蔔片兒，其實潤肺透氣的，真的都是非常好的哈。這樣混着吃哈，對。但是我並不是完全是一個生食主義者，你可以拌這個沙拉的時候，你可以生和熟混着一起拌都可以。對對對，這個你就是別把它當做一種儀式化，
你覺得就在家裡餵自己家人餵飽了就行。但是科學飲食就是混着吃是最安全的。是的。那像那個意大利那個普羅旺斯燉菜的不也就這樣嗎？沒錯。就幾種菜混着一起燉。是的。就東北呢，燉菜叫大爛燉啊，就也就是什麼菜只要逮住了煮進去就可以。哎，每一次我吃這個東北的普羅旺斯燉菜，哎，我還吃特別香，對，是，我覺得好吃。對，他們之間融合了，融合了，1+1+1大於3了，就是這個原理，就很好吃。是的，對，好的。那这個是吃的主食的這一些哈，那香可呀，那以後就不要到街邊去買那些奶茶了哈。知道了。但是你要還想喝奶茶，就怎麼喝呀？哎，我記得之前師傅有介紹過菩提奶茶啊，就是用我們的菩提普洱茶煮了之後，然後加鮮奶，這就健康了吧？對了，這個就很提倡了。奶是自己買來的，對，真的是牛奶啊，這個是可以的。對對。以後想吃點小零食，就別吃那個師傅說半個月都還很脆的薯片了哈，可怕了，不吃了。那換成什麼呀？可以吃點堅果吧，就是像那種就是 cashew 啊、腰果呀、腰果啊、核桃啊什麼這些都行之類的但是也別吃多了啊。好，畢竟還是油分大哈。對。那飯後以前吃個小蛋糕甜點，現在要替換成什麼呀？就吃點水果吧。這個倒挺好。這個還可以，就它能夠補充你的身體，並且能夠分解對，這個就比較好哈。太好了。你說水果的時候，我再加一句哈，老人家多囉嗦一點。我覺得我挺反對是拿一瓶果汁來喝的。是。你想哈，你不管用各種的水果哈，用多少水果才能壓一瓶的汁兒啊？好幾個，像那一瓶橙汁的話，至少都得5個橙子。對，那橙子還是新鮮多汁的哈。對，所以它第一個是，當水果汁一下放到體內去哈，其實多數的水果是大寒。所以經常吃不是喝這個冷飲的這個水果的水果汁，或者叫做水果茶吧，再加點冰塊哈，就早的年輕的孩子哈。是把你的關節吃壞了。這個寒氣還傷關節。對，所以容易扭着腿呀、扭着腳呀，腳痛啊，或者脖子不舒服呀，還有這個頸大椎這裡就受寒特別不舒服哈。對，就是與這個有關係。你說年紀輕輕怎麼會腿痛呢？腰還脹皺的呢？就是與喝這個水果涼茶、bubble tea之類的有着絕對的關係。就是水果本身就寒涼，再加了冰，涼上加涼，涼上加涼。所以呢，我倡導吃水果哈，是用嘴咬着吃。就是你該把皮兒該擦乾淨啊，洗乾淨的哈，洗了之後該削皮兒也可以削，沒關係。但是這個水果是用來咬的。它首先促進你的口腔、食道、腸胃的健康。你正常吃了個水果，而且這個量你能控制。是。你知道說我吃了半個蘋果，對，我吃了3個草莓，但是一杯草莓汁這麼大一瓶子來了之後，你喝它半瓶子，說不喝完吧，就怕放壞了，可惜，全喝了吧，多少個草莓，50個草莓被你喝進肚子裡去，再加上那些防腐劑，對不對？對。那你大寒呢，你立刻變成大寒的身體了。師傅，除了大寒之外，它水果中糖分還高啊！對，你無形之中多吃了很多糖，使人還容易狂躁，對，容易變成過敏體質，還狂躁，對，因為糖分過多了，就極度興奮，沒錯，興奮，對，而且還對皮膚還不好呢，引發的神經嘛，還有大量喝這個果汁呢，你的皮膚下頭哈就容易起那個包，包下頭就是那個蟲子。螨蟲啊，那不是大腸桿菌哈，反正是蟲子，就在你的皮膚下頭。因為糖分太多，就是糖分太多，就是你的細胞裡頭都是一些糖，它容易產生那個蟲，並且很多水果之中有這個蟲子的這個卵在裡頭。對，是，所以每天其實就是咬食哈，對，要吃水果要咬着啃咬，一個蘋果一個橙子這樣的就夠了。那你想有一口漂亮的牙嗎？不是靠洗牙，是靠咬水果對，光喝果汁就牙齒都沒用上。是，对，我們在咀嚼食物的時候就是我們的口腔唾液是自己不注意的哈，我們咬的時候口腔唾液
和这个食物混合到一起，对，还促进它正常的发酵。是的，这个水果和你的身体是吻合发酵，在吸收，在排解，非常健康。太好了。对，但是你喝了一大杯冷饮进去了之后，第一个就是这个水果汁的元素太多，形成超级大凉。对。第二个，超级多糖。对。多糖会引发无数的危害。是的。自己上网查。对，就是这样。所以要咬食水果。这个你的水果量控制就好了。好的，师傅。那第三个呢，对于你的身体的肾气，肾气就是元氣了。对。還有骨頭心臟還是有好處的。所以你也想真正健康，少喝那些水果茶，它就傷你的骨頭啊。你明顯感受到，就是你腎氣有多少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你的骨頭痛不痛你自己知道。好的，好。那前面講的還是用天然的食品來替代這個超加工的食品包括五穀雜糧啊、蔬菜水果，包括水果怎麼吃啊，師傅都給了很詳細的指導了。是，其實聽到這裡呢，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啟發，就是我們要健康，就是飲食都要均衡。哎，對，就是吃東西盡量混着吃，就不要就是只吃一樣東西。我說五行嘛，五行說至少不是絕對的5種是五穀雜糧都要吃。就是五色蔬菜也都要吃，是，對不對？對，5種味道的調料也要吃。哎，對了，師傅講到這個五味嘛，這個就講到調料嘛，我們講到油鹽醬醋對，哎，這方面的也要投資吧？要這裡頭學問太多了，太多了來聊一聊。好，那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投資飲食的第2個方向，就是投資好的天然調味料。好。那就是我們在講調味料呢，就是先講講它分3類吧。就是第一類就是純天然釀造的那個調味料，醬油啊、醋等等的。哎，這個我打斷一下，我在超市裡頭那個貨架上真的很多不同的醬油，有的上面就寫着特級醬油，有的寫的就是什麼天然釀造醬油有的反正也分不出來，但是好像那個天然釀造的就好像比一般都貴3倍耶。對的，它們到底有什麼差別？怎麼區分呀？好的，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就是我們如何製造這些那個調味料。好吧。那就是先可以從醬油講起嘛，因為這是我們最常用的。那我剛剛講到就是有3類嘛，就是這種調味料，第一是天然釀造的然後第2呢，就是說它一半是天然釀造，一半是化學品。混合體。然後第3種就是純化學的。哎呦，還有化學醬油啊！是，但是呢，就是我們先了解，就是它怎麼製造天然的醬油。那天然的醬油呢，是主要是用大豆加上小麥、鹽、水，然後它放到一個大缸裡去釀造。那通過那個微生物的那個作用呢，它就會分解跟讓這個大豆發酵，後來就釀成就是非常鮮美的醬油。所以我記得以前看那種就是電視劇的時候，都會看到，那些以前80年代的人啊，都拿着那個一個瓶子到那個醬油廠去打醬油。什麼醬油廠你這一說就是外行話。對，就我們小的時候都去打醬油哪有醬油廠？醬油廠我們看不見，就是住家附近都會有小賣部嘛對，小賣部裡邊都有一個大缸或者2個大缸那裡邊就是那種醬油，我們拿空瓶子都去打，然後這個就一舀子打給你多少錢？1毛錢還是8分錢這樣子。對，那真是那個是醬香味兒是挺好聞的這個叫打醬油原來他都沒打過醬油，你只在超市買過醬油。是，就到我年代的時候就都是到超市去買的嘛，因為它這個天然釀造的這個過程呢需要太多時間了大概就是要釀一瓶就是一罐醬油需要6個月的時間這是週期對，但是到90年代呢就是隨着就是我們需要醬油的那個量要求越來越多而且這些醬油廠呢為了省錢還有量產，他們就開始用一些化學品或者化學勾兌的方法去做這個醬油。那要怎麼做呢？首先呢，它可能用的原料呢都不是黃豆，它可能用的是脫脂的黃豆粉。豆粉這樣，然後它除了加這些鹽還有這些就是小麥之類呢，它還會加這個鹽酸，
這個鹽酸呢就會加速這個發酵的過程。那剛剛我說天然釀造需要6個月嘛，那你加了這個鹽酸呢，它的這個黃豆的這個發酵的過程就減短到3到7天。哇，就不到1個禮拜就出來了。对对，那比那個6個月這樣比一下，它效率我算算哈。我能夠提高20-30倍的效率哦。是，所以就是那個醬改了，會用這個方法，因為你看又省地方，又省時間，又省錢。我們都沒有地方再去打醬油了啊。對啊，都工業化生產了。是，但是你看哈，他就用化學的方式去做這個發酵嘛，雖然快，但是發現用了這個方法之後，那個味道就是不一樣。那我覺得你沒買着，那我在超市裡買的那個醬油挺便宜的，很鮮，而且它那個標籤上都寫的是叫什麼特級鮮味醬油，真的很鮮的。是它的鮮味都是人加進去的啊，還能加進去？它的這些調味料啊，甚至有時候它的顏色也都是加進去的。顏色還能加？對。因為它的這個就是用化學發酵的這個過程呢，它就沒有那個豆香味。那為了讓大家還是覺得好吃，它就得用化學品加到那個醬油裡去。慘了，那我都上當了呀！那是啊，對，他寫的時候吧，寫名字的時候就覺得怎麼吸引人怎麼寫。對呀，或者精美醬油，精致醬油。对对对，那你說添加了這個化學品，這化學品對人體能有傷害嗎？當然有傷害了。我問的都很不自信了。對，像剛剛我們講超加工食品一樣，你加這些東西呢，其實傷腎，然後他們做實驗還傷我們的生殖系統，甚至有一些還會致癌的。怪不得現在這個生育率越來越低，對，鬧半天吃這個化學醬油造成的。就是怎麼說呢？你吃1-2次，它不至於馬上就會見到那個就是壞的影響力。但是你想想，你日積月累，你每天都吃這個醬油，那醬油真是幾乎是天天吃。是，然後它積累到你身體這些毒素跟化學品，它就會造成這一些危害健康的風險。那你教給我怎麼買這個好醬油，因為太多了啊。對，我們去超市，你看琳琅滿目，好多醬油，然後大家都寫什麼我是最好的特級啊，什麼天然的啊。對对，那我們要怎麼分辨出哪一些是真正的天然釀造醬油啊？這個是真是有學問的哈那我們還特別的去調查。那其實呢，你要看哪一是天然醬油，你光看它的那個名字，可能有時候都看不出來。因為在一些國家的標準呢，只要你的醬油裡面有50%的含量是天然釀造的醬油，那你50%，另外50%是放那個化學品，就是混合品嘛，它還是讓你能寫特級醬油。50%呢，很多人不了解哈，這個用詞50%，就是只要有50%是釀造的醬油，另外一半是後加進去的其他的化學醬油，它也都可以叫做天然的什麼醬油？對，它都可以叫特級醬油、特級醬油、天然醬油、天然釀造它可以寫。对对对，完了，那我肯定上当了呀。对，是。而且我們光看牌子，可能有時也不準，因為這些醬油廠呢，很多它都會分不同檔次的醬油，它也有那個就是你說的比較貴的那種純天然釀造的然後還有那一些就是給大眾啊會賣的比較便宜、比較大量的，那種就是會有勾兌的，或者是完全是化學醬油。看牌子也不行，看純天然釀造也不行。對，到底看啥行啊？那我教你哈，老師，我們買到這個醬油瓶哈，我們要翻到它後邊這裡，它後邊呢都會有一個配料表。對。那我們可以看看，好，這些圖片上有了哈。那你看它配料表上的那個內容，你看這個寫的是黑豆、水、砂糖跟食鹽。這些都是天然的那個材料嘛，就這麼幾種這麼幾種就是比較乾淨的那個配料表，而且又都是天然材料，這個就是天然的醬油。那你看哈，這個是另外一個醬油牌子哈。再看另外一個例子它上面寫，你看黑豆、水、砂糖、食鹽酵母抽取物。酵母也是好的天然的对吧？不，這個也是化學的。你看我又上當了呀！對，我天，那還有那我看的還不一樣嘞。我怎麼看我們家買回來那上頭還有一些什麼
我都不認得那些字兒，什麼我都不會念，奇怪的名字哈。对对，什麼什麼肌酐酸，什麼鈉什麼之類的。那你念不出的這些名字呢？它都是那些化學品。那我們看一些 example 啊，你看它這個寫着除了黃豆跟砂糖，還有這個甜味劑、調味劑，什麼檸檬酸、酒精，對這一些軟化液糖，對軟化液糖，哎，那這些都是添加物。完了，那我買的就是這種，你看上當了。是，這一些都不是那個天然釀造的，它都是合成勾兑的。你看這個還寫着什麼5次黃嘌呤，哎，對，你看，你任何我不会念的嘛，你任何念不出名字的，它都是化学品，老師。好吧，好，以後我就買就是小麥、大豆、食鹽，反正就是我認識的天然的原材料的就对了。糖有些還會加糖，那個也是 OK 的。OK， 好的。对，就是越乾淨越簡單的這個配料的哈，就是通常是天然的。是，上面寫着你不認識那種名字的，讓你覺得費腦筋的，都是化學品。是，就是這樣。行。那我這回就聽懂了，再去買的時候先看配料表哎，配料表对了該多少錢就多少錢。其實我也看了，就最貴的也就貴個2、3倍，也不至於多貴。咱一個月一家人1瓶醬油的話，1年我算一算也不多花多少錢。幾十美金，對，人口少的吃不了1瓶的。对，吃的口味淡的哈。对，人口少一點，1年5、6瓶也就夠了，是吧？人多一點，一個月1瓶。對，就是這樣。那其實1年就多花幾十美金，對，沒太多錢了。但吃的安心，但是健康了，对，換回來的是健康。對，所以這個醬油的好壞哈，因為你的直接喝的時候品嘗的口感不相等，對，我就上當了，對吧？你感覺又香又醇啊，對，覺得這才是好醬油，就壞了，對，上當了。哎呀，我在網上前幾年的時候就查過哈，他們那個勾兌酒哈，當時我看的是有中國人在演示的，他說他在某個知名的酒廠工作過，哎，他是一個叫配酒大師，配酒大師不是那種西方那個酒吧裡的那個配酒大師啊，配什麼雞尾酒啊什麼之類的，不是的，就是化學勾兌，他拿着一共有30多種這種。就是食用化學產品哈，全是小瓶子，與糧食與酒本身沒有絲毫關係的化學品。哇，這個一個年輕人我看就30來歲，他在10分鐘以內，用這30多種勾兌出你自己點名，比如說中國人比較熟這幾個大牌子，比如說陳年茅台，對，哎，勾兌出來一喝說真的是茅台味兒啊。說還有一種五糧液，對，我給你調出五糧液來，5分鐘五糧液就出來了。哎呦，那這麼好的酒，它都能用這種化學品都能勾兌出來，普通酒呢，不就更難，更容易勾兌？對呀，咱們華人做菜經常，尤其是肉類的哈，都會放點料酒嘛。對，料酒，對。哦，对，所以這個也要看配料表，對吧？是，還有這個醋也是，這個醋。就是咱們炒菜用的這個料酒哈，和這個食用醋哈，也一樣一個道理，一樣很多都是化學勾兌品。對呀，我家就是因為有的時候做那種泡菜了，還是涼拌菜呀哈，就不讓它上太重的顏色，就買白醋嘛。对，我現在回想，我那白醋那個配料表也是我看不懂的那些名詞。對，它很多放像那個冰醋酸這些東西都是化學勾兌的。你喝了很多白色的石油水哈！我的媽呀，嚇死人了啊！那我知道了，這我回家以後哈，聽完今天的直播，我也推薦我們網友們跟我一樣哈，對這個醋啊，得看一看啊。如果你後頭那個配料表中除了糧食、除了正常的之外，你不認識的，那一定是化學勾兌的，咱就別做菜了，也別喝了，也就別上這當。別上這當，第一，第二呢，你又捨不得扔，對不對？沒事兒，不會浪費的，別做菜了。師傅，我想起來以前推薦過我們，就是讓我們睡眠又好啊，哎，又這個特別健康的這個菩提泡腳方，裡頭就放醋，咱就用這個醋泡腳啊，可以，不浪費啊，是這個提議很好啊，以後再買就不買這種。勾兌的了，是，泡腳可以用勾兌的，
对，就別吃進去了。吃進去還是做一個比較健康的選擇。太好了啊！那像這種就是調味料啊，我們盡量就是買之前都可以看一下配料表，買的越乾淨越好。是，對。那我們這個醋啊、酒啊，那吃的比醬油還少，這加起來一年真沒多少錢，真的沒多少錢，可以換。對，還是非常值得的。這個小投資非常值得。對，少吃多少這個石油產品了。真的。就是石油是指化學的哈。對，那除了這個調味料呢，我們每天必不可少的還有一個就是油。對，食用油啊。這個油也是很重要，我又要跟網友們說了啊，這個上一次的這個直播我們就講了這地中海的飲食，其中重要的最好的油叫特級初榨橄欖油哈，它為什麼好，然後有什麼怎麼吃怎麼樣的哈，大家好好回去回顧那一集的直播。那今天呢，我們来普遍的来講一下這個投資的健康的方向哈，對健康油的投資，好油讓你更長壽。首先來介紹一下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油呢，有2大類，一類是動物油，一類是植物油。動物油比如說牛油啊，就是我們說的黃油啊，那個豬油啊，華人喜歡的豬油拌飯吶，什麼油渣啊，那個哈很香，對，這屬於動物的油嘛。那植物油就是什麼葵花籽油啊、大豆油啊等等這一些哈。那總體來說呢，是植物油更健康。因為植物油中呢，它是富含不飽和脂肪而動物油中含的叫飽和脂肪。飽和脂肪呢，它就容易讓我們的這個血液的這個粘稠度增加，血脂提高了，血管變狹窄了，對心腦血管的這個健康就產生危害了。而植物油中的這個不飽和脂肪酸呢，它就不會造成這個問題，而且會把這個壞的油脂一塊帶走。那很好哎。對，它是有這樣的功效啊。所以首先我們來選這個植物油。對。那在植物油裡邊呢，還有不同的油哈。我們最推薦的今天講2個，除了剛才我說的特級初榨橄欖油之外，還有一個叫牛油果油。就這2個油為什麼好呢？就是它那個不飽和脂肪就特別高，對，而且呢，它還含有抗氧化成分。我們在上一集介紹橄欖油的時候講了叫多酚，對，這個東西就特別好，它延緩衰老。減少炎症，還對大腦啊、神經都特別好。抗衰老、抗癡呆等等，保護心腦血管。然後呢，這個初榨橄欖油呢，它基本上就是說做完湯淋一點燉菜之後出鍋的時候淋一點，或者是沙拉這種涼拌的或者是拿麵包片蘸也都行哈，就像地中海人一樣這種吃法都很好，就它避免就是高溫油炸。但牛油果油呢，炒個菜是沒問題的。它煙點比較高，270度呢。對，所以這2種油就很適合我們華人就是很好的大概是這樣。就是這個橄欖油，就是再提醒一句一定叫特級初榨橄欖油。就是市面上超市裡很多的橄欖油，那我們一定要選特級初榨的，對吧？對，因為它如果沒有特級初榨呢，它都是榨了好幾回了，它裡邊的這個有效的營養成分，對，它就不夠了就不值當了是這個意思理解了。大體上就是這樣一個想法是这樣的。对，所以我們對這個油的投資也是，其實也是咱咱那個天天都吃點油，1個月也1瓶油，對吧？1年下來也是沒多少錢。對，你看油還有那個調味料加起來，其實你1年投入的那個也不是那麼多。對，但是關鍵吃了比較健康，比較安心對，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講的第2大類的投資的方向了哈。投資好的調味料和油的投資。對，這個很重要那還有嗎？對，還有就是呢，我們現在講到了食材要選天然的，對然後調味品要選天然的。好的。那第3種呢，就是我們做菜
還有吃飯一定少不了我們叫炊具，就是做飯的廚具，還有那個餐具，吃飯的餐具。对，对，那這個也有說法的就是鍋碗瓢盆唄。對，鍋碗瓢盆。好，那你先講講鍋。好，那我們先看一個圖片啊，網友們也一起看這個圖片，看看你家中有沒有長這樣的鍋。哎，咱網友們來寫一下啊，家裡有的就寫一個有哈，這個一定是比較節儉的家庭的，這我家也有啊。你看它原來是黑色的，然後就是怎麼樣給刷了，還是怎麼樣給炒的，把它弄白的。不粘鍋嘛，就我們都不粘鍋，用久了吧？对，不粘锅我们都用了，就是不粘鍋面是已经几十年了。是，然後就是尤其是用鐵鏟子炒菜的話，就容易刮花，就成這樣了。對啊，很常見。好，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圖片，看，我們看看我們的餐具，就是像你家裡有沒有這樣的筷子跟那個案板呢？就是說你的這個木頭筷子用久了唄，對，用久了，有點發黑了啊，發霉發黑或者刮痕很多。來，對，但我們不用這頭，用那頭，或者我們用開水燙一燙呀。哎呀，那不行了，一會兒我媽媽給你說為什麼不行啊？是哦。那我們先看看網友們回答。網友我看哈，一半一半，別說師傅，那種鍋哈，我看一半有一半沒有，比例蠻高的。反正有的人也是，你看還是有挺多的，真挺多的啊。好，那我們先講，我們先開始講講就是這個鍋哈。好，那先講講幾種常見的鍋吧。就是市面上常見的鍋，第一就鐵鍋。鐵鍋像那種就是好處就是它的那個熱量可以到非常高。它可以高溫炒菜但是壞處呢，它除了沉，它還有就是說它容易生鏽。對，我記得老師跟我說，你要不保養的話，它容易就是長那個，它就長鏽啊。長鏽，對，是，對，所以它不一定那麼方便哈。然後所以呢，就是人們會選擇其他的鍋的種類，就是不長鏽的，又就是不粘鍋，特別好。哎呀，不粘鍋啊，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圖片哈。好，來，我們慢慢講到那兒哈。好，第二種就是鋁鍋。鋁鍋啊，那它的那個最大的好處，它輕又便宜。但是這個鋁呢，其實呢，很多科學實驗也發現，它經過高溫啊，包括就是接觸到酸性的東西，比方說我們炒菜用的醋啊、檸檬啊之類的，它會分泌這個東西叫鋁離子。對。這個鋁離子呢，其實也是挺傷我們的身體的。是啊，它尤其對於大腦神經還有就是增加這個阿茲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的這個發病率。對，所以網友們聽到這個，為了老年健康不痴呆哈，鋁鍋趕緊回收吧不能再用了啊！是鋁鍋不要用，不要用。所以呢，現在呢，大家會常用的就是老師剛剛說的那種不粘鍋。對呀，那這不粘鍋呢，它就是它很多它的底層也是鋁的，為了輕嘛然後它上面呢，它就會有一層塗層。對，它叫很多現在用特氟龍。對就是一種化學的塗層，讓它不粘。對，它其實用這些不粘鍋挺方便的了。它唯一就是說你倒的油你可以不用倒那麼多。它也不會粘鍋底。然後清洗也特別的方便。但是呢，如果說像老師剛剛說，你用鐵鏟或者你用那個鋼絲去給它刷的話，那很容易呢就把上面這個塗層給刷掉。是的那你就會顯露出它下面這個白色的，其實就是它的鋁。它又變成鋁鍋了。對，所以它這麼一刷了之後，它釋放出的那個鋁，還有它這個有害的這些物品，就會傷害到我們的身體，對健康不利。所以知道了，就是如果被刮花了的這種不粘鍋，網友們跟我一樣，趕緊還是扔了吧。對，還是回收吧比較好。對，那鋁鍋也不能用，這樣刮花的老鍋也不能用。那你推薦用什麼鍋呀？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用不鏽鋼鍋。
那這個不鏽鋼呢，它的是一種合金的材料嘛，它主要是鐵，然後還有加一些鉻啊、鎳啊之類的這些重金屬元素，然後就是形成這個不鏽鋼，它也是非常容易清洗的啦。對呀，又不長鏽。但是就是選擇這個不鏽鋼鍋呢，它就是也是有一點學問的。是啊，就是你去買這個鍋的時候呢，千萬要看清楚上面的那個標示，因為不鏽鋼有好幾種，好幾個就是品級的。那其中呢，這個304品級的，還有316品級的，就是可以使用級別的這個不鏽鋼用具。那304呢是使用級別，其實316就是更高級別，它可以醫用級別的所以這兩個都是安全的。它的安全就在於說，它那個裡邊的這些重金屬不會解析出來。對，就是你如果買低一點品級的這個不鏽鋼呢，就是在高溫或高酸的情況下，容易這些重金屬就會分解出來，然後等於說你吃進去這些重金屬了。哎呦，那又中毒了，也是傷你的腎，也是傷你的生殖系統還有這個內分泌失調啊。哎呦，太嚴重了哈對，那我看有一些就是華人超市那個鍋都沒有標號哎，這沒有標號的就更不靠譜，你覺不覺得？也是哈對，他要是用的好材料，他很自豪的寫上去。那我們再看一下3多少？304。316，那或者呢，就是在美國有一些牌子，它不用這個3開頭，它用另外一個標法，就是188或者1810不鏽鋼那它是一樣的，就是對，這些都是 OK 能使用的不鏽鋼的鍋。那其餘的材料呢，就是真的是不建議了。如果是2開頭的那一些好的好，那網友朋友們，我們趕緊進廚房檢查一下我們的鍋。剛才講的鋁鍋千萬別用了咱老了不得老年癡呆呀還有那個刮花了的那種不粘鍋這2種鍋先扔掉。再看看那個不鏽鋼的鍋，有標號的304、316的繼續使用，OK 過關。如果沒有標號或者2字頭的，咱也回收掉吧咱就買這個鍋，這鍋一用也好多年。對這點錢咱投資還是值得的。對，買一口鍋真的就至少你用個2-3年沒問題吧？誰說我家能用10多年？OK， 那真的要買很好的。对，中間你又不會燒漏嘛，對吧？是沒問題。就是這個不鏽鋼的確實大家要留意一點。你說的這個很多老年朋友並不在意。所以我講一個我的親身經歷就是我經歷過這個用這個比較差的不鏽鋼的這種鍋來煮東西，因為它那個很薄，這個質量不好，所以當你的火還比較旺的時候，這個不鏽鋼這個鍋呢，你燒火嘛，燒出來這個味道整個這個家裡頭這個報警系統都報了警了。我的天哪，都已經就不行了，那個嗆的那個味道我都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樣的化学品好像給釋放出來了。嗆的人又想頭暈又想惡心，就是非常的麻煩。對，那您這鍋肯定沒標號。沒有。對，所以這種呢，通常很多人，因為我們從小受貧苦很多這些東西覺得能湊合過去就好了。對。凑合過去就好了，這個，我不說細節了，怪丟人的，就是這些最後弄得讓你的，其實你在吃過之後用這個鍋做的飯之後怕，對，是它的釋放了很多毒的東西，對呀，但是好鍋呢，好鍋確實不一樣，那麼之前我買過一個，那時候還台灣出的，叫牛頭牌的那個炒鍋這20年不壞。你看我說吧，我說給你做個廣告他也沒給我付1分錢就是你要公正一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它就不會壞不会壞並不代表它都是好的，但是沒有這種怪味。比如經常說燒鍋燒糊了沒有怪味，沒有怪味，至少說沒有奇怪的化學品釋放出來，對，通常是這樣子那麼還有一個就是有塗那個防那個不粘鍋嘛，
不粘鍋它的原料多数都是用鋁做的，因为很多青年人不懂嘛，都会觉得这个又快，加热又快，又不粘，是吧？而且卖的也不貴，就這樣來買。這些都不好。那個不粘鍋用不粘鍋還有第二個壞處，你們倆都沒想到。你只有在廚房真正工作過的人才知道。像我就是你那個，那你用什麼樣的鏟子呢？對，要用竹的或者木的，不能用鐵鏟。但是還經常他配套來賣的呢。如果木頭鏟子吧，就鈍鈍的、那厚厚的，對不對？翻不了那個雞蛋，它變成那個炒菜翻沒法鏟下去，對不對？所以買一種黑的塑料的那個東西。對對對。那黑塑料都是回收回來的塑料。那個不好，塑料高溫的不好。所以它一碰高溫不就溶解了嗎？是。所以你不光是吃了不粘鍋的化學品，還吃了你的塑料鏟子。對對對。你們覺得你塑料鏟子越來越小嗎？是越來越細。對，不是越來越細，越來越小。是，它頭越來越融化。它就稀釋掉了。沒錯。塑料鏟子都在你肚子裡頭。所以呢，我覺得呢，還是說不鏽鋼好的不鏽鋼鍋，加一個不鏽鋼鏟子，其實也是最耐用的，還是安全的。是如果你的臂力比較大會操作的話，可以買這個好的優質的鐵鍋。鐵鍋，對，優質的鐵鍋。對。那麼鐵並不是每一個生鐵都可以來鑄造鍋，很多這個鐵中那個重金屬並沒有提出來。你看，這個你是不知道吧？哈。對。你知道建築材料當中的那個鋼筋是有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有要求嗎？它有那個放射性物質。那就是重金屬哦。聽不懂了吧？哈。對呀。這個都是有的，每個國家政府都有，國家越發達要求就越高。所以呢，很多像比如說50年前很多蓋的樓的用的那鋼筋哈，這根本就不合格的鋼筋。所以你住進去容易得癌症啊、頭痛啊之類的，是這樣子哈。那鍋呢？也是啊。那過去很多鍋都是回收鐵來鑄造的鍋，裡頭亂七八糟都有，什麼重金屬什麼都有，對不對？所以反而相對我就說最安全的鍋是什麼樣的呢？稍微大品牌一點的這個多層鋁合金。不是多層不鏽鋼，不鏽鋼，多層不鏽鋼的，對對對，是最好的，是真的。那個鋁合金的帶塗層不粘的那個東西，其實就是危害極廣。對，你說你經常你們家有個鋼絲刷嗎？洗碗的時候就不能用。你很多人就忘了，拿來就刷。對，你看一勾一刮，它就往外釋放了各種毒素，對不對？對。在你的塑料鏟子也溶解，你不要聽說這個沒事，這個鏟子就是不怕溶解，不可能。我覺得這種忽悠人的，什麼叫忽悠人？哈，解釋一下，就是騙人的鬼話。這種騙人的鬼話，塑料你放到火裡能不能燒掉？對，如果能燒化，那你的高溫的鍋能把塑料鏟子燒不化嗎？對，這就很簡單道理嘛。對，你乾脆買個好一點的不鏽鋼鍋，是就行了。是，然後你不是咱們現在說這句話。不是為了奢侈生活，而是投資健康。對，這個錢該花也花。對，真的，一口鍋好好用，10年20年沒啥問題。沒問題，沒問題。對，我那牛頭牌還繼續用呢。哎，對，所以它就不會壞。所以它質量是好的。好的。除了說的這個不鏽鋼的鍋，還有這個好的鐵鍋啊。對。還有嗎？陶鍋是不是也不錯？算了吧。陶鍋也不要。你家也很有錢才行哈。很多人做一頓飯，一個鍋就壞了。你這一頓飯換一個鍋嘛？就是陶鍋。除非很多老人家很有耐心哈，來煮湯的是用陶瓷的。煲湯的，對。煲湯的哈。通常煮飯炒菜呢，一般在當代這個時代都是金屬鍋哈，是的，那陶的就不用考慮了。年輕人心浮氣躁，在上班又趕時間，梆一敲。對對對，還是耐用的比較好。是。否則你付不起這個鍋費哈。對，是的。得那個砂鍋那種，就是燉湯啦。好的。那你剛才還說還有餐具，還有筷子呢？還有筷子。然後剛才那個圖片老師說，哎，是不是如果我的那個案板或者筷子頭變黑了，那個開水煮啊？開水煮有時候呢也殺不了它的細菌。原因是這樣的，就是我們這些用的普通這些木頭或竹筷子，你用久啊，或者它通過高溫，它會變形的，然後它會微小的開裂。
就是虽然你眼睛看不見，但其實它已經有裂縫了。然後有裂縫，水就能進去嘛。然後裡邊就會滋生一些細菌、霉菌霉菌也會在裡邊。眼睛還看不見。對，眼睛還看不見。然後有時候呢，你用那個開水燙，或者你直接煮，你都可能都殺不了它裡邊的這個細菌。所以它一直是在滋生這個細菌的。那就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筷子也是有危害的。一次性筷子我知道更糟糕，对，更糟糕。筷子都那麼溜白的哈，那叫漂白劑呀。對，用的漂白劑、漂白粉更糟糕，对身體不好哈。是，那其實呢，就是木頭筷子也是要大概半年，最多半年換一次。大概半年換一次，比較衛生了。對，對，包括我們切菜板也是，很多人切菜板可能一用就用好幾年了，或者是什麼那個媽媽或者奶奶傳下來的這個切菜板接着用。上面都很多刮痕黑乎乎的，其實裡邊也是會滋生這些霉菌細菌的。但是最好的話呢，你也不能天天換哈。對呀。就是說不是特別舊的話呢，最好是一個是用開水燙，對，燙完了之後呢，就太陽下暴曬對，暴曬它幾個小時，是，我覺得還是有好處的，要讓它乾透這樣子。對。但是木頭筷子的話，還是勤換的有好。是，木頭一把筷子也不值多少錢。因為這個霉菌哈，吃進身體裡一定是危害身體。對，它是傷腦神經的。那咱不用這個木頭的這個粘案板，咱用塑料的呀。塑料裡都賣的塑料的嘛。不行，我們剛剛說這個吃塑料的那個害處嘛。那你看這個塑料板你切，你有沒有發現它有時候出來這些塑料的渣渣？碎的塑料渣。對，那一樣吃到你嘴裡去，你能消化得了嗎？那還不如那個木渣渣。真的不如木渣渣。但是你就是看這個案板如果很舊或者很黑，我們就清洗一下，或者直接給它換掉。好吧。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觀念，其實這個錢換這個筷子換個案板真不是多少錢，就是一個觀念。是，今天咱們講的這個投資健康哈，哎呀，這個我也很受教育，師傅，回去我也得換案板換筷子，筷子我用了這不挺好的嗎？乾乾淨淨的呀，就是你看不見的微生物。香果跟我說我看不見的微生物，對，那我就換了吧。咱不是花不起這個錢，主要是觀念沒學會。是平常我們就是節約過日子習慣了。對呀。所以我覺得是，你看有點黑，還有包漿了，覺得這是你看變成古董了，好不容易，還是更捨不得了。其實是病毒這要改，不值得。對，然後還有很多人有那個節儉的觀念，就是吃剩飯的這一塊。我就喜歡呀，而且我就喜歡，你說今天炒完的菜或者是沒吃完的，你也不會天天做嘛，第二天吃吧。它在冰箱裡過一夜之後更有滋有味。其實我覺得更好吃，味道入進去了。對 ，OK，它其實這樣子就是吃剩飯的這個概念，它1天2天呢，多數都是沒有問題的啦。但是你就不要可能過了3天就盡量不要再吃它，因為它上面也是會滋生細菌的。我沒看見它長毛呀。那它沒長毛是你還沒看到它發霉，但是細菌都是微生物的嘛，它還是會長在上邊的。又是我看不見的。有看不見的。對，然後還有呢，還會產生這個叫亞硝酸鹽。這個我聽說它是一個致癌的，尤其胃癌容易。是，所以就是剩飯如果超過3天呢，或者說你沒有馬上冰它，你放在外面可能已經有個5-6個小時，那建議就不要吃了。好吧，那我就盡量的第二天把剩飯都吃完。對，第二天吃完這樣子就 OK，就是過了3天就盡量不要。經常吃剩飯的人身材通常都不會太好看，因為他首先這個菜是不健康的，它幾乎沒有了那個營養哈。在你冰箱裡頭還有各種各樣的食物霉菌哈，它其實放到冰箱裡更容易感染。是哈，是這樣，除非放到那個冷室裡去，除非凍着哈。對，除非凍着它。如果不凍着它，在0上7、8度的時候哈，它一樣在交叉感染，一樣長細菌。是這樣。對，好的好的。所以這個不吃剩飯，這個如果從投資健康來說，這個提議非常合理。行，那咱們每一頓就是做適當的量，對，別總剩下。對，別總剩下。好的。吃新鮮食材還是比較健康的。好的，那剩飯之中呢，嚴重提醒一個哈，通常那個泡好的涼拌木耳哈，千萬不可以隔夜吃哈。放了一晚上，不管是不是放在冰箱，吃了之後容易中毒。那產生毒素了。對，這個要小心。好的。對，好的。
太好了，師父，今天我們學到了這個健康投資在這個飲食上的啊，對很多的知識點啊，非常受教，真的。对，咱們總結一下哈。好，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哈。好，就是有3個換哈。哦，对。你看呢，天然食物呢，去替換那種超深度加工的這個食物。對了。天然食物哈，第2個呢，就用好油好的調料，換掉那些劣質的油還有這些勾兌的化學那些調料啊。第3個呢，就是用比較好的好材料的這個炊具啊，換掉那些不太好的哈不健康的那些炊具，尤其是那些鍋呀哈、筷子呀這些東西哈。對。這3個的投資是非常必要的哈。那麼其他的部分呢，也注意說，一個是具體當中像這個五穀雜糧的調和性。對了。就別學着那個吃偏食。別極端。吃偏食的人呢，長久之後哈，一定身體和個性會走向極端的狀態。如果身體的極端，只能是嚴重疾病的開始。吃偏食變得偏執。偏執加身體有額外的疾病，對，這偏食者哈。好，對，所以呢，我們五穀雜糧呢，這個五的還是比較綜合的、複雜的這個雜糧的意思。這個雜糧不是指1、2種，而是多種的。對，只要吃着不過敏的都可以啊。對，還有個啥？還有就是持續哈，一個均衡，一個持續的這樣堅持下來。對，均衡和持續性。對，它這個飲食這個部分哈，只要不是故意投毒的話，都不會立刻產生一種效果哈。無論健康的效果還是有點霉菌的效果哈，它都需要比較堅持、持續性的保持這樣的飲食的健康的飲食習慣，才最後呢，你會獲得健康上的很多的幫助。對，像預防了很多的疾病。是的。其實很多的疾病都是由飲食的某種偏激的行為而造成的。對。或者是不懂得。沒錯。對，我不懂得這個。對。你比如說我們小時候吧，比如誰家有蒸了熱饅頭，抹一塊豬油，哎呀，那老好吃了。對，如果你這個行為一直堅持到現在的話，早病倒了。真的。對。所以要與時俱進哈。對，要學習。要學習哈。懂得了哪個是正確的，咱們就使用正確的方法哈。對，說到這個學習哈，師父以前也提倡過，家訓的時候都講過，叫活到老學到老。對，這一集的這個直播哈，我非常建議我們的中青年的網友朋友們哈，帶着你老年的父母一起看一遍，學一遍，因為我們這父母輩的呀。更節約，以前都貧窮日子過來的，對，哎，捨不得吃，捨不得穿啊。但是為了我們的健康，這點投資，咱給老人們算算賬，一年真沒增加多少錢，對啊，是值得的啊。所以要學習這個新的健康投資的觀念。是，所以我們為了健康，長壽，幸福快樂的生活哈。有更多的時間能和自己的家人、親人更長久、幸福的相伴的話，所以這個投資到健康的飲食當中哈，是最划算的投資。對了，是，一本萬利呀！一本萬利，對，保住健康就保住了一切。真的好，非常好。是，那師父，我們開頭的時候您就講過嘛，像住房啊，還有其他呀，這些投資對健康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們時間所限，只講了吃的中的一部分而已。對。那這樣咱們可以找時間哈，比如說下一次與投資健康這個部分呢，再講回這個話題的時候，你覺得需要講個啥呢？我想講，我想聽聽住房。住房哈，內容太多了。住房的內容哈，是吧？對。我也比較懂住房的哈，確實是。對，行，那咱們慢慢講唄。看我們網友想不想聽這個關於投資住房的部分哈？也是為了健康而投資住房。投資住房並不代表你買了個新房子哈，也不是為了買一個為了賣的啊，是為了健康的，為了自己的健康。哎，對。而且住房的話就是全家人健康啊，就是对。一個好房子，全家好幾代住下好幾代哈，都是健康的使用哈。
啊，挺好的。是，不仅健康，还那个兴旺发達呢。行，那下次投資健康的時候，咱們講這個。想聽，大家都在說想聽。對，住房問題哈。好呀。對，我們把我們的一些看法和經驗哈，給大家來分享一下。太好了，我們很期待。是，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謝哈，我們各位的同修啊、網友朋友們呢哈，對這個語書房的贊助支持哈，支持了整個語書房啊，就是支持了我們整個的像全球弘法啊、直播視頻弘法的這樣的一個大的功德項目哈，做這種吉祥啊護持者呢，就是佛菩薩能夠保佑你心想事成，所願皆得，健康長壽，子孫賢孝，事業有成。那咱們好，那我們預告一下下一期的直播時間，是亞洲台北時間2025年6月8號，週日晚上7點。那北美溫哥華時間呢是6月8號，凌晨4點。那到時候再見。好，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如意。今天呢就到這裡，下次直播再見，謝謝大家。讓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